你来啦！如果你有点击关注我的话，我可以整理所有你该知道但没人好好跟你说的事，让你今年报税不再是硬吞一口闷亏，而是一场暗藏机会的逆袭。大家都知道报税是成年人的修罗场，但其实我觉得报税更像一场资讯落差的考验。知道的人拿回馈抽大奖，免手续费，分期零利率；不知道的人就只能默默的交完税，然后什么都没有拿到，连一句谢谢你为国家付出都听不到。我记得有一年，我朋友小美，她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女孩，她年收刚过门槛，报完税后心情超差。怎么我缴那么多钱，连一张回馈都没有？我连咖啡都没请自己喝一杯。我听完后，只是默默地问她一句：“你是刷卡缴的吗？”她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没有啊，我用 ATM 转账比较快。”结果她错过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她错过了6期零利率、300元的刷卡金，还有1次的抽奖机会。有没有搞错？缴了一笔税金，还自愿错过几百块的回馈，免利息的分期，甚至还能抽 iPhone。这世界不是不公平，而是知道资讯的人在吃肉，但不知道的人连汤都没有喝到。所以今天我想带你看懂这一场每年都会上演的缴税回馈生存战，而且我会让你带走3件事情。第一，搞懂重所税怎么报，才不会被莫名其妙的过多扣。善用信用卡、行动支付、税额试算，让自己报完税还有回馈。第三，从报税这件事情中看懂财务自由的逻辑，让缴税不再只是支出，而是一次整理财务的机会。先跟新朋友自我介绍，嗨，我是丹妮，欢迎来到荷康宝利斋，这个为你的人生升级和财务升级量身打造的频道。重点是，如果你想知道未来还有哪些好康，甚至直接整理好通知给你，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你可以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有用的资讯。如果你怕自己没有行动力，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，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。你可能会问，报税有什么好开心的呢？但我告诉你，能报税表示你有收入，会报税表示你掌握自己的金钱流。这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之一，就是你做一样的事情，却因为知道的比别人多，而多赚了一点回馈。你怎么缴重所税的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你每年报的综合所得税到底是怎么来的吗？不是你赚多少就缴多少，这个游戏有一套你越早搞懂越能赢的规则。所以我先说一个超直白的比喻，报税就像是你去吃一间 buffet， 进场前你要先申报你要吃什么，然后根据你拿的菜色，也就是各种的收入，再搭配不同的折扣券和 VIP 资格，也就是你的免税额、扣除额，最后结账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只记得自己拿了什么，薪水、股利、利息，却忘了抵掉了什么。所以我们来拆解整个公式，让你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看懂报税系统的逻辑。重所税的3层公式的逻辑，从收入到缴税金额。第一层，总收入，这里包含你所有的进账，像是上班领薪水、薪资所得、
票配息、股利所得、银行利息、利息所得、接案或副业收入、执行业务所得、出售资产或理财产的交易所得，这些通通加总就是你实际的拔费。而第二层可扣掉的优惠券，也就是政府给的扣除额和免税额，帮你打折。免税额每个人基本上有9.7万，70岁的长辈可以再打15.5万的扣除额，单身是13.1万，夫妻合保26.2万，特别扣除额是薪资的特别扣除额是21.8万，房租、幼儿教育、生长照顾等等的。第三层套路税率，政府会把最后剩下的金额的净所得套入分段的税率公式来算，所以重点来了，你赚的多不一定缴得多，重点是在于你会不会减掉可以减的。我朋友阿杰和阿强两个年收都差不多100万，但报税时一个缴了6万，一个只缴了1万多。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？因为阿强懂得怎么运用抚养爸爸妈妈，可以增加免税额，报房租扣除额可以再减掉18万，子女教育可以再减掉2.5万，选择列举扣除额而不是标准扣除额，会刚好比较划算。所以同样的收入，一个包售完只能喊痛，而另外一个还可以再拿退税金。所以下次你看到报税通知，不要再叹气，反而要想，这是我重新掌握财富杠杆的时刻。先问你一个关键问题：你交的重所税是用哪张信用卡呢？还是你根本不知道可以拿回馈？如果你以为缴税就是交保护费，今天这一集一定会让你变成一个财富回馈王。一张图搞懂信用卡的缴税回馈模式，总共3种：一、免手续费，最基本最少让你不会多花钱缴税；二、分期零利率，现金流管理，把10万的缴税金变成免费，变缴8000，资金缴费更大；三、刷卡回馈，现金点数，这才是高手的玩法，缴得多回馈也越多。2025最强信用卡加缴税组合的推荐，精选的 Top 5。第一名，星光 OU 点点卡，免手续费，最高回馈15%，储值金限量20万，缴税金额大于3万元以上就有新开户再领现金回馈100元，而实际回馈的是算缴税3万，可以拿回4500元。这不是小钱，根本就是你在跟政府对赌赢的一场战争。第二名，华南信用卡免手续费，刷满5万元，未达50万元送5000红利点数，而刷满100万以上直接送5万点，可分6期或12期的年利率，比较适合中高收入者或中高额报税人士，一次缴清的效益变现率高。第三名，玉山卡 iPass Money 绑定，缴税满1000元就送50元优惠券，若新户加储值账户缴税还可以再拿600元的回馈，加码抽100万大奖的活动。iPhone 等等，搭配玉山 Wallet 的税摊去扫 QR code， 还可以参加抽奖。第四名，中国信托全年免手续费，绑台湾 Pay 可以参加抽100万好礼，配合中国信托的行动银行 App 去付款，再参加加码活动。虽然没有高额回馈，但稳定加参加抽奖是它的强项。第五名，台企银 Hockey 数位账户，缴税满1000元，加码回馈200元现金。若是新户，再加码100元，绑台湾Pay缴税，也参加抽奖活动，适合小资族、小额报税者入门玩回馈的第一张卡，全都有抽奖活动。记得条件是一定要绑台湾Pay加银行 App 缴税。手机扫税单上的 QR code， 然后用指定银行卡付款，就完成参加资格。你只要选对卡，走对流程，
不只能够把税缴掉，还能拿回馈金，最多高达15%。现金券、优惠券，还有参加抽奖。抽奖讯息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与留言处。我们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位在研究单位做助理的朋友，每月薪水不到4万，年薪大概落在47万上下。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收入不高，所以根本不用去报税，连报税系统都没有打开过。直到有一年，她男朋友说：“你要不要试看看报税系统？有可能会退税哦。”他试了，结果退了快6000块。当他拿到退税通知的那一刻，眼神整个变了。那不是只有6000块的感觉，那是他过去每年可能错过6000块的心痛回忆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报税真相，报税一定要缴税报税，是一种对账的行为，就像是你跟政府对账。我去年赚这些，我有这些支出，看看你多收我多少。如果你去年收入有扣到税，例如公司帮你的预扣，你其实可以报税去拿回多缴的部分。2025年的重点提醒：单身族群，如果你年薪低于44.6万，基本上不用缴税，但只要年收入超过22.8万就要报税，这是关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你被扣过税，公司有预扣，但你总收入不高，政府其实会退税给你。其实你没有报，他就没有办法自动给你扣、给你退。来，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算式练说明：假设你年薪是43万，公司每个月预扣所得税约500元，那年总扣税就是500乘以12等于6000元。实际报税的结果，你根本不需要缴税，结果你会退回那6000元。你不报，这些钱就像消失在平行预扣中。还有哪些收入不高但建议一定要报税的呢？刚毕业工作的人，前半年可能没有收入，但后半年会有公司代扣。兼职打工族，例如做外送、家教，有预扣所得税的收入。转职或失业者，中间的空窗期收入少，却还是被前公司扣税，或者是薪水加股利的人，虽然每笔不多，但整体可能符合退税的门槛。一句话总结：别以为你省了报税的时间，其实你错过的是政府愿意还你钱的机会。报税不是富人的事，而是每一个纳税人都该做的资产回收动作。本段行动小清单3步骤检查你该不该报税： 1. 确认你去年是否有被公司扣税，看薪资单； 2. 年收入是否超过22.8万，不代表要缴税，但要报税； 3. 登入财政部系统做试算，5分钟就知道有没有退。我们先从一句现实说起：政府不是不退给你钱，是你没有开口要。每年的5月，财政部会给你一份的税额试算单。很多人会觉得他 Q 的这政府都帮我算好了，照单全收就好啦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份试算其实是少了超多你自己要主动填的扣除额。就像自助餐店的阿姨预设帮你装一些白饭跟肉，如果你没有讲你有饭票，他也不会帮你加菜。透过这些特别扣除额，你真的会心痛。来，我们来一条条说，并搭配真实情境，让你一听就懂。1. 房租支出的特别扣除额最多扣18万。故事时间来了，有一个刚北漂的上班族Lisa，一个月租屋12000，一万14万4千。他以为我老租房子又没有买房，不会有什么税务优惠啦。结果他朋友一提醒，他上网去查，发现只要符合无自有住宅、自住用途、没申报购物利息的扣除，每年就可以直接申报18万的房租支出扣除额。他一填完，税额直接少缴将近4000块。房租是最常被遗漏的扣除额之一，只要你有租房子，就要去查自己符不符合自己的条件。2. 幼儿学前扣除额每名最高22.5万，很多爸妈只知道包抚养，
子女，但其实如果一家有6岁以下的小孩，每名孩子还可以再额外报幼儿学前的扣除额，一名可以扣15万，第2名以后每人22.5万。你没有看错，这真的差很多。之前就有一对爸妈只报抚养额，没有报这笔，被同事提醒回去修改，直接退税再加1万2。3、薪资所得的特别扣除额每人21.8万，今年调高了。你只要是受过工作的人，几乎都有资格申报这个。但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有兼职或多份工作，而且公司没有帮你标记薪资所得误报为其他所得，那么你可能整年都没有办法扣这个21.8万。这是很多接案者或斜杠族会遇到的坑。记得在申报时检查你所有收入来源的类别是否正确。第4，身心障碍的特别扣除额每人21.8万，这不是只有重度的身心障碍才有，只要持有身障手册或者是精神疾病的诊断证明就能申办。有些人家中长辈有忧郁症或者是轻度失智，但因为没有去申请手册，就没有享有这项减免，而这一笔一扣也是2万、3万的差距起跳。5、储蓄投资的扣除额全部最多27万，这笔也是最常被忽略的。如果你家有银行利息收入、基金配息等等的金融收入，而且没有申报其他股利可以抵税的项目，那这一笔27万的扣除额就是你家的。只要你有申报，税额可以直接往下扣。整理一下特别扣除额的金额表的扣除项目金额上限：房租的扣除额是18万元，全部幼儿学前第1名是可扣15万，第2名以后每人22.5万。每人薪资所得扣除额是21.8万元，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是21.8万元，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27万元。错过这些扣除额，就像你能省的钱那就少掉。一旦时间过了，系统送出了，就算你知道也改不了。本段的行动清单，立刻检查你有没有这5项。1、有在外租房，可以查是否能申报房租的扣除额。2、有6岁以下的小朋友，别忘记申办学前扣除额。3、有领薪资，确认是不是薪资类别，申报薪资扣除。4、身心障碍的家人可以查询是否能申报特别扣除。有储蓄利息或基金配息，去申报27万的储蓄投资扣除额。来，先讲一个你从没想过的事实：延迟缴税是政府合法送给你的无息贷款。你没有听错，很多人一听到税就觉得不能拖，怕会罚，会被查水表。但你知道吗？在台湾，只要你主动申请，最多可以分期3年36期，而且零利息，不罚款。缴税可以延期或者是分期，到底哪招好用呢？我们来讲清楚这2招的差别。延期缴税让你延后缴，最多1年的适合情境是短期内你真的现金吃紧，例如月底才有收入，或者是你知道某笔钱即将入账，像是业务奖金、年终，你可以向税征机关去申请，最多延到1年内缴完。这样一来，你可以把这笔钱短期拿到滚利息，去缴学费或者是周转一些剩余资金。分期缴税是分3年36期缴完，也不收利息。适合的情境是你缴的税金数字大，例如6万以上，想要分段压力，不动用投资的本金，想要这笔钱去做投资，把时间换成报酬的税务，
不限金额，不加计利息，就是政府直接让你延长付款期。怎么操作最聪明呢？假设你今年缴税的为72000元，也就是每个月6000元，分12期，你可以选择 A 一次缴清，当然很帅气，但会瞬间让你户头少72000。但原本你打算拿这个钱拿去做投资，那现金就可能中断了。B 申请分12期，每月6000元，剩下的66000元就可以拿去做短期的定存，年利率2.5%， 3个月可以年利息420元，投资高股息 ETF， 年报酬率6%， 3个月领回利息近1000元，拿去备用金、应急金，心情也更安稳，手上也不空着。这不是扣缴，是自由选择。如何申请分期或延期呢？进入财政部网站，报税时直接选申请分期、延期，或到税捐处临柜办理即可。系统会自动的算每期要缴多少，完全不用自己乱算。有钱人的真正的秘密不是有钱，而是会保留资金弹性，现金流比账面现金更重要。很多企业主或自由业者早就知道这个游戏规则，就算手上有钱，也会选择分期缴税，因为现金放在自己口袋的一天，就是多一天掌控权。拿去投资理财产生的报酬，说不定可以抵掉整笔税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每年5月的报税其实是一种成年礼？它不像是生命是别人帮你庆祝，也不像是过年是大家一起团圆。报税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，重新问自己：我这一年怎么活过来的？你赚多少？从哪里来？怎么来？这些资讯都会被一行行的拉出来，薪资、利息、股利、扣除额、抚养亲属，每一项都是你这一年你的缩影。但这不是数字而已，而是你熬夜做简报换来的薪资，你早起研究股市的回报，你抚养家人付出的爱与责任。报税不只是填表格，是认真回顾你生命的价值所在。报税的真正的意义不是缴多少，而是你为谁、为什么而赚钱。你今年工作是为了家庭、为了梦想，还是为了还房贷？你是不是拼命赚钱，但到报税时才发现，我根本不知道钱去哪了。这时候报税就变成了人生的体检报告，它告诉你，你的时间换来多少钱，这些钱是否帮你达到你想要的生活。报税也是一次对价值观的再确认。举例来说，有些人看到保险的列祖扣除，才意识到保险是为了保护我爱的人；有些人发现学费扣除，才想起原来我已经在为孩子投资；有些人发现房租扣除额，才恍然大悟，租房也是理财的一部分。财务自由不是有多少钱，而是你知道自己的钱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报税就像是一张地图，它帮你把1年来的财务足迹都画出来，收入是什么山谷，支出是什么弯路，你现在站在什么样的交叉点。而最终的目的是让你能够画出下一步想做的方向。所以，请让报税成为一个年度的对话，不仅仅是与政府的对话，而是与自己、与未来的对话。我还想要这样子生活1年吗？我是否要调整我的收入来源呢？我的花费是否反映了我的价值观？我是否学会更多的税务知识，帮助自己更聪明的生活？结尾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你不是在交差，而是对你的人生做一个诚实的盘点。你不是在缴钱，而是你在确认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而我的频道和康伯利在，就是希望每一次的分享都让你学、知、行，更懂得怎么握好你手上会增值的资产，包含金钱、时间、心情和梦想。提问时间，你觉得报税最让你烦恼的是什么呢？是流程太复杂，还是搞不清楚扣除额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，也可以分享这支影片给身边要报税的朋友。
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你的每一次的参与，都是我们一起创造财务觉醒的力量。我想说，财务自由不是逃离报税，而是用报税让自己更清楚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值得的一个存在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更聪明的缴重所税，并让你这个过程中充分利用现有的优惠，达到省钱的目的。好了，未来上片的时间会调整到周日的晚上9点轮活更新，我会继续分享让你的人生升级和财务升级的秘诀。如果你不想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并订阅的你，一起财富自由哦！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，只要你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是丹妮，感谢收看和康普利哉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。